500套发射器，2500枚飞弹。我坦白讲一句，很多。说穿了 ，F-35，如果飞得太低的话，你就会被我的监视飞弹给打下来，而且你很难从红外线讯机上面去找到发射飞弹的这个士兵。然后他们又在荷姆兹海峡首次展示了实战化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它从伊朗海军的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出来，我可以连续多发。对于美国的舰队空军力量的入侵，是美国必须要忌惮的一点。今天的头条焦点，我们聚焦在中东的情势。先来特别要来关注到是德黑兰现在铁穹正式的成型了，今天也会来关注到细节项目，包括来自于俄罗斯的500套柳树，再加上伊朗自己的塞亚德3G 会猎杀美军的战机。那么哈米尼已经交代好了，他的继任者会做全面的反攻。这场战事怎么发展？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深入关注。3个火线话题，我们今天也会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特别来关心到了川普，他现在已经祭出了，包括2艘航母都压进到了伊朗的门口，另外再加上270架的战机随时待命。伊朗现在有什么底气不怕美军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强势压境之下。再来，我们会关注到的是，有了俄罗斯的这一款这个监射飞弹柳树，再加上伊朗的最新的这个是塞亚德3G 的防御网。军事面，我们今天也会关注，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之下，美军还能够像当年的贝尔格勒轰炸那样打吗？最后会来关注到哈米尼，他已经选好了他的继任者，再加上现在说代理人战争可能会从中东地区延伸到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川普真的敢动手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深入的关心。好，本周我们就要关心到是在阿曼的斡旋下，在日内瓦这个地方会重启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谈判桌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更是暗潮汹涌。尤其现在刚刚关注到了美军的动作，除了2艘航母之外，还有270架的战机都在待命。再加上我们来看到来自于美国的特使，他现在也说出了川普的压力哦。他认为川普现在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因为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伊朗在这么大的一个军事的威胁下，到现在仍然可以不屈服。川普为此感到非常的纳闷。好，那么我们也来看到，那到底伊朗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到现在还是不屈服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到是伊朗跟俄罗斯，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签署了一个军售协议，金额高达5亿欧元，并且这些武器会在3年内做交付。这当中细节来看到了，包括了500套柳树的这个防空的系统发射器，还有2500枚的监射飞弹。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伊朗自己也准备好了自己的飞弹系统，它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举行首次的实战的一个测试军演，那么还测试了它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塞亚德3G。今天我们会请来宾特别帮我们解析这一些武器哦，可以建构的是150公里的防御网，拦截目标包括了有战机、无人机，还有巡弋飞弹跟海上巡逻机等等。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看到了遏制的这款武器，再加上伊朗的这个3G 的萨亚德，对于美军的威胁到底有多大？川普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下，还能像当年贝尔格勒大轰炸这样做，或者是说上次的午夜之锤这种快速打击，他敢做吗？干哥怎么看？好，所以说伊朗终究不是当年的贝尔格勒，也不会是最近才刚刚发生的委内瑞拉。为什么？那这一次哈，他从俄罗斯引进了500套柳树。柳树我要特别讲一下，它的就是官方的编号叫9M336啊，那它的前身是9M38、9M34啊，就是针式跟箭式监射防空飞弹。说穿了，这个柳树飞弹就是单兵带的，就是扛在肩膀上面。那你可以这样想，那这个它的射程范围的话，应该不高，对，它只有7到15公里的射程而已。但是它会有一个什么效果，你知道吗？就是美国海军又贵又高的那种F-35，那个战斗机，你飞一点点，飞低一点点看看，你如果飞得太低的话，你就会被我的监视飞弹给打下来，而且你很难从红外线讯机上面去找到发射飞弹的这个士兵，这就是监射式飞弹的好处。那它继承了以前就像美国的相同的标准的
那个飞弹就是刺针飞弹，我们国军也有啊。其实它的工作原理跟它的性能范围都差不多啊，就是差不多10多公里的射程，有时候甚至到了面前，眼睛已经看到了才打，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什么？就是最后的一个制止的手段。那但是这次要买那么多的话，我坦白讲一句，很多500套，对，500套发射器，然后再买2500枚飞弹，你知道那一枚飞弹多少钱吗？20万美金。那并不便宜啊，就打出去就是800万台币，打出去就是800万台币，其实并不便宜。那所以说，它也经过相当的改良。以前的肩射式防空飞弹只能够什么？只能够对付什么？你飞机发射出来的红外线讯号，它就去追那个热源，去追它。那现在它也可以发展到这个柳树飞弹，它可以主动找目标，主动去追目标，然后呢，它也不会受到另外的电子干扰。所以说，这一种飞弹，其实老实讲一句，是在这俄罗斯的部队里面最新的一种配备。那这次买了这么多，那我们就要讲说，如果美国航空母舰联队舰载战斗机联队在侵入赫姆兹海峡之后，直奔德黑兰的这一路上的过程之中，它会不会遭受到像柳树飞弹的这样的拦截？因为从去年的那个12日战争，当时以色列跟美国联手破坏了，把伊斯法罕那个核子设施给打得稀巴烂。那个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帮忙啊，没有站出来说啊，我一定要赶快去帮伊朗一把或等等之类的。所以说，俄罗斯在这一次的交易之中，它也有一种好像是把去年没有答应伊朗的事情，今年这一次我悄悄的帮你完成一下，就是我偷偷帮你补齐了这一些这个防御措施。然后他们又在赫姆兹海峡首次展示了实战化的长程海军防空飞弹，叫赛亚德3G。赛亚德3G其实就跟俄罗斯的那个就是舰上版的那个榛果树飞弹是一样的东西，其实它这次最大的意义是，它从伊朗海军的垂直发射系统发射出来，这个意义非常重大。为什么？因为一般而言的话，你只能够发射1枚，再补1枚。现在我用垂直发射系统，我可以连续多发。对于美国的舰队入侵，那个空军力量的入侵，它能够连续齐发的话，是美国海军它必须要忌惮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们那个俄罗斯这个赶快帮忙了，他部署了这批飞弹。对于伊朗而言，是美国是对于伊朗而言是真的是及时雨，然后美国是必须要非常非常小心应付的。好，现在我们看到了，所以美国现在面对于来自于伊朗的压力之外，其实还有俄罗斯的协助。那其实川普现在考虑的事情，除了说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在军事上面压境之外，他其实考虑的还有包括干脆直接就斩首哈米尼父子，这样子做其实是最快的。那现在来自于《纽约时报》也特别做揭露，说川普你是有想到这一招，但是确实哈米尼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他已经指派他的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来替军政高层建立了4层的继任的顺序哦，也就是说，哈米尼一旦出事的话，政权是能够被无缝接轨的。那现在其实呢，川普还有专家们也都在担心的事情是，如果斩首没有办法立刻达成的话，恐怕会激起的是当地的民族的运动哦，把美军拖入在中东的泥淖当中。就算川普原本规划了2阶段的打击，恐怕都是无效的。介大使怎么解读？其实川普的剧本想法，其实你可以现在归纳起来，也不过看的就是6套。那么也没有，就是4套好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就分4套，分前2套跟后2套。前2套很简单，川普打的算盘就是说，他现在不断的军事集结施压，然后外交战场在施压，然后呢军事大军压境。他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什么？伊朗不战自溃。如果根本不要打你，你就自己就怎么讲？内部就怎么样？自己就怎么吵起来了？内部就把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府就取代了，然后一团乱局。那这是美国希望得到。另外一个呢，要不战自降。压力那么大，就跟美国这位这个特使讲说，奇怪了，压力那么大，怎么还没屈服？他的意思就是说，要人家不战自降。是。
我压力军队放你旁边，你就自己准备投降吧，对不对？这是他两个想法，这是如意算盘。到目前为止，两个都没有发生啊。那另外一套两个剧本呢，就是战而后溃。有的时候我出兵了，你就溃了，你就立刻怎么样？这个国防军跟这个革命卫队两个就干起来了，总统跟这个最高领袖两派人马也干起来了。一战的时候，两边就怎么吵起架来，不战而后溃。那另外一个呢是战而后降。我跟你打了以后，发觉不行，我就投降了。可是这两个最大差别，前两套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后面你要战而屈人之兵，对不对？那川普显然他不想战，因为昨天川普又出来解释了，因为美国的媒体就在那边说实话，我们不要，我还好你没有领用太多美国媒体通通在造谣，而且都是为自己目的在造谣。有一个媒体，自由派媒体说，这个战争川普非常想打，川普是主战派，可是美国军方他的最高的统帅也就是说参谋长的联席会议就明白跟他讲，这场战争不能打，那个后果很严重，不要打。结果这个报道一出来以后，川普一看又火了，又出来主持记者会，他说这个报道纯粹是胡说八道，我是属和派，那个军方是主战派，军方很想打，我是不想打，我是希望透过外交解决。所以到底是怎么样回事？我觉得还是以川普为准啦。川普不想打，那这个东西你战而后溃有可能，战而后败也有可能。可是你要战，你就刚刚讲起来，那个伊朗手上的东西，美国也要算算，你也准备死多少人啊？你是准备死500人，还是死1000人？拜托，美国人连50个人的生命，美国的总统都不敢承担。我跟你讲，这场战争最后就变成说，你为何而战，对不对？你为何而战？所以现在川普的问题就变成我觉得他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变成，他现在上马容易，军队都叫来，兄弟都叫来，大家都在那边摩拳擦掌，准备要退了就是要火拼了，对不对？那你突然不打，对，那这些来的人就说你开我玩笑。那其他在那边吃瓜群众也在想说你又来了，你又他口了，对，所以上马很容易。现在川普最大问题怎么下马？那这个下马我们就看川普到底是什么，小打一下就跑呢，还是根本就找一个理由呢，就夹着尾巴就把军队送回去？美国记者已经讲了，美国媒体已经讲说，如果不打的话，这是平时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威慑行动，成本是最高的一次，不打，可是呢，钱花的是最多的一次。好，现在川普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那反倒哈米尼都已经把他的4任的继任者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看起来是鱼死网破吗？那总编辑又怎么看？其实我非常同意刚才大使讲的其实川普不想打，为什么？川普上来，我们都知道，他最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要复兴美国。那整天打仗对美国来讲，如果他亲自下海，他不止不能复兴美国，美国会进一步衰弱。当然，对川普来讲，最理想就是像俄乌战争这种形式代理人战争，他军工企业各方面能够割韭菜，但显然伊朗目前的形势并非如此也因此，我认为如果未来形势走下去，它会介于一个委内瑞拉还有去年12日战争这样的一个混合的形式。首先，就委内瑞拉类似的翻版，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川普大军集结，然后不断跟伊朗进行了好几波的谈判。那伊朗其实这一阵子压力很大，大家知道，伊朗几个月前政权不稳，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好像有颜色革命这样的一个风波，主要是经济太差，特别是物价飙涨，让很多老百姓受不了。因此，川普和这个伊朗其实谈就是，你这个核计划冻结或者拆除很多设备，你的弹道飞弹等等，进行一个紧缩，我可以放宽这个经济方面的制裁等等，就是胡萝卜和大棒
用这种方式。另外，我认为美国积极在做的就是类似委内瑞拉这种收买伊朗，甚至高价贿赂伊朗内部，不只是可能政治人物、军事人物等等，他采用这种瓦解对方的方式。但这个需要时间，而且那对美国来讲，能不能 hold 住这样的状况，特别是这个川普有来自以色列的压力，也有来自他国内军方的压力，他能不能 hold 得住，把这个形势继续推展下去，让伊朗然后这个受不了，然后自己这个进行很多妥协。但总体来讲，我认为，以色列因为急于要摘除伊朗的核能力，因此这种开打的压力对伊朗是蛮大的。但如果真的开打，我认为伊朗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防御手段，毕竟该这些防空系统对伊朗来讲，可能像去年12日战争，伊朗这些防空系统像筛子一样，不止以色列重要的战机、空中目标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它是单方面挨打，它唯一可以依靠就是弹道飞弹，会重演12日战争这种相互远程交火，但最后状况极可能是伊朗还是苦苦在那里硬撑，整个中东的形势事实上还是维持目前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家都是继续拖下去。好，继续拖下去。那现在战事看起来其实也是一触即发的。那其实现在华府担心的事情，不只是在这个中东这边爆发这场战争，现在其实来自于《纽约时报》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其实现在华府也非常的担心会不会扩散从中东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因为包括伊朗这背后，它有一些其他的代理人，像是也门胡塞组织可能恢复在红海这边的攻击，或者是真主党，甚至可能动用的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一旦真的开打的话，美军将会付出长期分散而且不可预测的代价。那像这个又怎么看？那川普承受得起吗？代理人战争？我想主要是代理人战争就是造成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的这个消耗战。那这个消耗呢，其实就会拖了很久。但你说代理人战争，我觉得在美国跟伊朗这当中有点微妙。要什么呢？其实因为真正的敌人互相对方是以色列跟伊朗。但是现在美国有点公亲变事主哦，就是美国变成以色列的代理人，所以它本质上还是有一些微妙的，跟美国非要把伊朗怎么着这个部分的总的大战略目标，或对美国的真正最大利益，其实跟以色列不同。以色列就在这个中东的局里面，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在看，我始终认为，对于伊朗要不要动手，还是要回到在整个这个美伊或者是在中东当中，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军事要掌握的情报。这个以及当中要付出的代价，如同前面几位所提到，要花多少钱？我认为特别我们在思考美国，现在在讨论美国这件事情，其实不要讲从思考整个美国五角大厦，现在美国的就是100%就是川普的意志，跟过去说拜登时代当中有很多幕僚在互相决定、互相拉扯不太一样。川普在决定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川普作为一个顶流的商人，你一定要相信我，要理解他，他很在乎钱的。他非常在乎花多少钱，花钱能够获得多少代价。白花钱这种事情他是不干的。所以你说现在没有说那么多部队在那个地方都在花钱没有错，但他有没有从其他的方式去获得？我认为现在是因为这个都不太明朗的是川普不确定他花了这个钱从哪里来，所以还在琢磨，而不是我那么认为说是这个政治当中的这些碰撞。而且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情报上、军事上也需要动态的评估。伊朗现在有个状况，他好像还是要跟你谈，没有像过去显现伊朗就不怕死。我们都知道敌人最可怕就是他是个不怕死的敌人，目前看起来伊朗好像也要再找一些缝隙要活下去，所以表示里头确实有一些磋商，无论针对钱跟情报的空间。我觉得现在还有包括美国自己本身的情绪也让川普很头痛。我唯一现在观察在意的是，川普有没有因为现在因为关税受到很大的挫折，在国内遇到还有 ICE 这些挫折，这个顶流的商人他可不是会硬吞啊，商人们都是我如果不爽，我一定要找个地方有出口。所以我现在唯一的我觉得在俄罗斯对不对，在整个伊朗状况当中，有没有可能是川普个人的情绪爆发的转移，而让他在所谓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思考当中有一点点落差？因此，真正的不是情绪，是川普的情绪。
好，接下来赶快来关心到中东情势哦。现在是不是美国说的开战倒数正式的进入10天内？川普也下了最后的通牒，包括了祭出在中东附近的双航母。那么另一头呢，我们要看到中俄现在联手锁住海峡、荷姆兹海峡。今天会一起来关心在中东的整体情势。好，现在其实非常的紧绷，因为川普下的最后通牒对伊朗，一方面是好好的谈，另一方面军事上面也有祭出新的动作。川普在政治上面对伊朗下的最后通牒说，10到15天，我给你一个期限，如果呢核谈判还是没有办法突破的话，不排除动武了。那确实现在看到了，包括福特号跟林肯号都已经正式的进入在地中海跟阿拉伯海域，等于现在在中东地区已经针对伊朗形成了一个南北的夹击态势。其他强化部署的部分，我们也来看到美国祭出的各种270架各种的战机进入随时可以发动一个远距离精准打击的预备状态，并且呢也出动了美国的电战机，它的各式的预警机，并且在 F-16上也是第一次挂载代号是愤怒小猫的先进电子战的吊舱。我们来看到五角大厦也跟川普提出了很多他接下来可以使用的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了有限的精准打击、分阶段的升级，还有一个是斩首行动，这是最高的一个行动，斩首行动。那现在美伊到底有多紧张？我们看到包括了南韩跟波兰政府已经公开呼吁自己的公民赶快离开伊朗。那学者也做分析了，美国跟伊朗现在其实是在高风险的一个状态，一旦双方有任何的误判，就会升级为区域性的一个冲突。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的，川普的极限施压，双航母都压境了，能逼伊朗退让吗？那如果真的动武，可能会采取哪一些军事行动？委员怎么看？现在能够救川普声望的只剩下伊朗。他必须在伊朗里面建功立业，才有办法救他自己的声望。那要建功立业，必须得到什么？得到以色列的绝对安全。以色列绝对安全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要求伊朗废核；第二个，要求伊朗限武，就是限制弹道导弹啊；第三个，叫铲除革命卫队；第四个，铲除神棍政权。那这4个步骤都完成的话，以色列的安全是绝对保障的。而且可以使得伊朗不成为中东的霸权。至于所谓区域冲突，不会啦，打来打去就是美国、以色列、伊朗，没有别人会参加啦，别人也不会受损啦。那大家在要求说公民撤离什么，就是看法跟我一样会打仗啊。那川普一定开的条件哦，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你如果退一步，我就继续加码；退一步就你可以看到关税政策就有这种迹象了，所以会压到了伊朗没有办法答应的程度。那怎么开打啊？虽然有人讲说是什么有限精准打，什么斩首行动，其实一样的东西。他第一个他只会用大轰炸，那现在只是看他的本事，他能不能像贝尔格勒大轰炸连续炸了70几天？他如果能够连续炸个100天，伊朗一定垮了嘛。因为他炸的不是老百姓，他炸了政府机关、革命卫队，而且伊朗是毫无反击的能力。那有人在讲说什么中国、俄罗斯啊，跟那个伊朗啊，在那什么阿拉伯海啊，在这演习，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中国、俄罗斯也不敢插手，也没有能力插手，因为这场是空军之战，中国跟俄罗斯在那边毫无空军可言嘛。那对这个伊朗，他现在要面对的刚好就是这个政权最脆弱的时候。他这个经济搞垮了，社会声望也搞垮了，政治的这个所谓威望全部都没有了。那这个正是美国推翻这个政权最好的时机。那有人说，哎呀，大部队没有上去就没办法推翻，这个跟阿富汗不一样啊。阿富汗是说你要重建一个政权，你要保护新政权才需要这么做，他根本要成立政权啊，他就把老的政权把炸得稀里哗啦的，让他到处跑，瘫痪掉就可以了。因为他现有的国防军就有机会，国防军很想政变，没机会政变，你创造他们让国防军政变的机会，没什么不好啊。所以不是伊朗本身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对美国去轰炸伊朗。甚至有的还暗中窃喜，你最好把这些哈梅尼都炸死了啊！只是情报灵不灵而已啊。所以这神棍政权、这革命卫队声望已经掉到谷底了。现在就看川普如果把这些铲除的话，那以色列的安全程度当然提高，战争以色列会受点损失可以，但以色列经得起没有问题了哈。所以虽然这些配备啊等等，重点还是我刚才讲的，贝尔格勒大轰炸了70几天。你能不能轰炸100天？有没有这个本事？因为很多很多的弹药啊，
很多的武器啊。那如果行的话，伊朗一定垮，伊朗这个神棍政权一定垮。那如果你轰炸不了100天，那就变成要不要来个第2次啊？这个就有一个桥的空间。但是除非伊朗愿意怎么样，奉上不平等条约，我会和，我现武，然后那我约束我的革命卫队的这个控制范围。他现在伊朗是用革命卫队来控制这个国防军，就像纳粹用党卫军在控制德国国防军一样的道理啊。这个东西，这个锁链只要被解除，国防军一定会跳上政坛来政变取得政权，这是伊朗的传统。好，所以我们看现在川普喊的最后的开战倒数时间，做给伊朗的警告。那一方面也是针对伊朗的宣示哦，就看川普接下来的决心。那在伊朗的方面，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中俄的角色加进来，是有来自于 X 账号特别做的披露，说伊朗跟俄罗斯已经互相达成了一个5亿欧元的军火协议。那《华尔街日报》也说，中俄伊3国计划近期在荷姆兹海峡这边举行联合军演。特别注意到的是，在乌代德基地这边，美军数百名的美军已经开始做撤离了。外界在说，主要就是因为担心伊朗接下来会有这个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饱和攻击。针对这些议题，尤其在中俄此刻的动作，吕舰长怎么看？我们在过年前我们就讲到啊，对于伊朗来讲，它就是以拖待变；那对于美国来讲，它就是等航空母舰。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说看到航空母舰的动态的话，那我们讲到2月9号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福特号它有其他的改变，但是我们看到布希号好像已经出发了。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更近一点的，也就是2月17号的话，实际上来讲，第一个先准备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其实现在已经穿越了，也就是福特号。那但是布希号呢？那我们等着看今天晚上那个美国它这一个海军的一个新那个学院它所公布的这个内容啊。但为什么他们会派出这个航空母舰呢？其实这个最重要的，也就是它需要舰载机。舰载机的数量其实比它部署到现在我们看到约旦或者以色列的数量还要多，而且灵活。那我们讲到说，这有关于10天到15天的这个期限呢，其实都是假的。那上一次，川普也有给这一个伊朗时间呢，但是第2天就攻击了，所以这一个完全是看什么时候进入这一个福特号的攻击圈内，它只要一进入，然后它相关的情资，然后有关于相关的交战准则一旦完成，马上就会发动。那其实我们讲到，对于伊朗来讲啊，伊朗其实它一定不会无核化的。如果无核化的话，其实现在就像刚刚郑源老师讲的这一个神棍政权啊，他的这一个首领哈米尼一样活不下去。不相信的话，去看一下利比亚当初是怎么样。那至于说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我们刚刚看到的都是航空母舰的部分，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运输机从美国本土出发，或者是从欧洲出发，都是不断的加强以色列以及约旦的一个部署。这个也就是刚刚蔡正元老师特别讲到的啊，你准备了多少弹药？我们看到它的运输机是非常频繁的啊。那至于说啊，我们看到说刚刚最后有提到一个愤怒小猫就是针对的中国大陆以及俄罗斯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装备，它其实是一个征收的夹舱，它为什么旁边有2个白色的一个装备？那个也是 sensor， 那个 sensor 是建构一个什么？它可以接收米波雷达，因为其实现在可以完全接收米波雷达讯号的，也就只有愤怒小猫而已。那所以现在五角大大说，这个 F-16已经准备带着这个愤怒小猫前进到这个战场了。也就是如果中国大陆启动了，或者是俄罗斯启动了它的米波雷达，也就是它的电磁参数，一次都让美国掌握。因为美国当初对于这个米波雷达只有从乌克兰获得，
但是到底如何运用，或者现在进步的程度，美国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讲到说，每一次的战争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血淋淋的部分，但是对于大国来讲，那个正是他们的这一些装备角力的最佳时刻。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美国在外部针对伊朗做了极限施压，但是内部我们也要来看到是不是它也影响到，希望能够影响到内部的政权来做一个政权的更换呢？因为最新消息是美国的特使他说了，接受川普的一个指示，会会晤伊朗的前王储。那刚好伊朗现在比较敏感的是，他的大学正在爆发反政府的示威，所以现在看起来一边是会晤王储，一边内部又有示威，是否现在美国透过外部势力要推波助澜，帮助伊朗来推翻他现在的政权？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他当然在内外都在用一些非军事的方式，经济制裁已经是几十年了，然后呢，外交上的压力，那同时内部的这种可能的鼓励或者是渗透，我觉得大概都有，但大概都不会是太关键，因为在现在大学的示威大概只有几百人。那个王储呢，他在海外很支持，可是在伊朗内部呢，其实我们很难去判断他是不是还有足够的这个支持的力道。那因此，美国现在的确在思考，就是所谓的后哈梅尼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可是现在从美国的媒体看起来，我看各方面的报道，他们认为这个礼拜会先小打。也就是说会先这种教训式的，然后呢，飞弹攻击式的去打一波，打一波之后呢，川普已经在问了，那这个时候为什么伊朗不投降？他明知道已经撑不下去了，所以他大概知道伊朗等待你这个小打，看能不能撑得过去，然后是不是美伊之间会进行协议？那这个协议当然美国的要价就很高，伊朗是不是能够去负担？不是只有核协议就会满足的。美国基本上是要削弱哈梅尼政权的控制，然后呢，逐步的去瓦解，因为他知道这整个伊朗最后的关键，核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整个神权政权才是真正的关键。所以，可是你要去完全的去让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点去产生就是政权更替那个代价可能很高。你光不知道你武器的库存够不够，你产生的这个区域冲突会如何等等之类。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最好的方式，也许是认为说，先来小打，产生协议，让伊朗整个神权政府这个削弱，然后呢再做更替。可是这个话能不能够真的那么美好的去推动可能是不是川普最后还是需要一种蛮大规模的攻击之后，伊朗政府才会真正的退让？而伊朗政府，美国到底要伊朗政府只是退让？还是说要伊朗政府立即的败亡他可能也在面临到不断的评估。好，观众朋友，今天中东情势来关心到的是，这个是来自于内线的情报吗？今夜打伊朗这个消息正式的曝光，我们今天会来做观察。另外，川普已经说了，第2艘的航母已经压境，要来威胁解除伊朗的武装。哈米尼在此刻则是霸气回呛，要展现意志的核弹。现在看起来中东的战事一触即发。今天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的，就是美伊不是上周才完成核谈判，那破裂之后，川普10号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呛虾，他说呢，在德黑兰，如果你再次的升高威吓的话，我们美国正在考虑要向中东来部署除了林肯号之后的第2艘航母，并且警告说，如果接下来的核谈判协议还是破裂的话，美国我们接下来会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手段。美国在军事上也有了准备，随时做备战。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接下来的第2艘航母可能是哪一艘呢？现在有消息指出，可能是驻日的华盛顿号，或者是在美东的布希号。但是呢，这2艘航母到中东时间可能还是需要至少1周的时间。所以现在也在说，有没有可能是福特号过来呢？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 P8海上巡逻侦察机在这几天擅自的闯进了伊朗的领
领空。不过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空军强硬的表态了，在政治上面的立场，却没有开火做拦截。再来就是我们持续看到美军现在正在强化自己在印度洋的关键轰炸机的基地，并且另外一方面，美军正是透过这一些运输机、货运机，将它的坦克从挪威运送到约旦去了。再来海上。这个是阿利伯克级的飞弹驱逐舰，已经停靠在印度洋的这个港口。所以呢，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航母还在路上，但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美军侦察机 P8 已经到了伊朗的领空，现在是在威吓谈判，还是实际战前已经开始做一个宣告、做一个准备？委员怎么解读？这是川普很擅长玩的一个手法。我觉得川普其实很擅长的在谈判之前或者谈判过程当中都采取所谓的极限施压嘛。所以如果川普说要动武这句话是真的，他早就动武了。就是他吆喝威胁说要对伊朗动武，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我记得早在我这个节目大概好几个星期以前吧，就已经有来宾预测说今天就会动手了。结果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没动手。那么川普还不但还没动手，川普还说要等第2艘航母来的时候，可能再要动手了。那第2艘航母什么时候来也不太清楚。那当然，你说川普用这种极限施压的方法来对付伊朗，也是情有可原的。就因为他真的能动手，他动得了手吗？他经得起动手之后所承受的损失，然后动手之后那个没有办法去收拾的烂摊子，那美国要如何来处理？我觉得这是川普一直在考虑跟这个伊朗进行沟通协调究竟是何试战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的基础。因为伊朗毕竟不是委内瑞拉，你委内瑞拉你可以斩首马杜罗，然后把他夫妇带走，然后你就可以找第2号人物接手，然后就成立一个至少相对亲美的政权。所以他可以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去解决委内瑞拉，但是伊朗不是伊朗哈米尼就算被你斩首了，还有第2个哈米尼，还有第3个哈米尼啊。他们有了马杜罗的教训之后，就算是哈米尼革命卫队的这些首领都不会同时聚集在一个地点的。所以就算没有了哈米尼，还有他的接班人，没有了那个接班人，还有下个接班人。所以对于伊朗来说，他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神权的政权，要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这个神权支持的革命卫队这个不是说复制委内瑞拉的方式就可以完成的。所以要处理伊朗，如果川普真的要动手，他就要有打地面战的准备嘛。我想舰长是军武出身，很清楚啊。你处理伊朗，你不可能轰炸，你就算轰炸把伊朗轰的这个遍体鳞伤。俄罗斯轰炸乌克兰，轰炸了个半死，乌克兰有完全被占领吗？没有啊，他陷入了长期的焦灼战跟阵地战了。所以今天川普如果真的要动手对伊朗是个下重手，靠什么轰炸机，靠什么飞弹驱逐舰，那一点用都没有的。你就是实打实的地面部队，你要从头开始打到尾，把伊朗占下来，那么你还有可能说真正的结束这场战争，否则你就会变成一个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然后就变成一场泥淖那就变成美国又要陷入了另外一个这个悲剧当中了。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川普操作的手法看懂的人就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了。川普这个人是吃硬不吃软的。他硬就比他更硬，所以当他那个时候说要打伊朗的时候，伊朗就说我准备了2000枚这个中程跟短程的飞弹，我可以把你整个中东的美军基地，包含你美军的这个盟国，包含以色列，我通通都焦土。他就这样做就够了。他就算消灭了伊朗100万人，美军只要死100人了，这个川普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双方彼此的底气是不一样的。我今天可以鱼死网破，跟你玉石俱焚，你美国行吗？就你美国不用跟我玉石俱焚，你只要焚个1/10，你美国就吃不消了。所以其实你看，从当时川普本来以为说吓一吓伊朗就伊朗可以让步那么或者是这个透过摩萨德、透过 CIA 在伊朗内部的这些长期安插的这些所谓的县民或者这些种子，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甚至还有一些这个恐怖的爆炸、失火这些行为，他就可以把伊朗政权给瓦解掉。但他这个算盘打得太容易了，就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了。伊朗的神权掌控虽然也许不尽得人心但是也不是说他们用这种小手段就可以解决的。所以当你看到伊朗其实也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之后我是觉得伊朗不会示弱的。所以在这段期间，伊朗的调子从来没有放软过，伊朗还是很高调的在处理美国。对川普谈判只有硬碰硬，川普只尊重强者，谁是强者啊？
他就把他当好朋友，比如说习近平啊、普丁啊、金小胖都是川普的好朋友嘛。好，所以我们看到至今川普仍然是针对伊朗在做极限的施压。那确实碰到川普这样子强硬的态度，伊朗同样是以非常强硬的态度来做回应。我们来看到的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位是阿拉奇，他说：伊朗，我们虽然无意发展核武，但是我们的原子弹就是对大国说不的一个能力，并且呢，这个原能的首长他们也说了，除非你西方国家愿意解除我们伊朗的金融制裁，我们才有可能考虑要稀释高浓缩铀。那现在伊朗有440公斤的浓缩铀，纯度是大概60%左右，距离90%，也就是武器级的这个浓缩铀的发展，现在看起来是一步之遥。到底有多快？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这么的紧张，做极限的施压？接下来的美伊的核谈判有没有可能，因为第2次了嘛，又破裂？舰长怎么看？第一个，我很久以前我认为核战就是核弹哪有那么大的威胁力啊，对不对？这是我当时的感觉。直到在川普1.0上任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时候他跟金正恩就朝鲜天天2个人对枪来对枪去，那个川普的各种说我要怎么样对他。当时还想说，哇，朝鲜这么小，你那么弱，我不要说美国打你，南韩打你都可以很顺利的把你打完，你怎么敢跟他对呛的？结果大家有没有记得那时候最后怎么样？2个人就川普跟金正恩相拥，还见面，还见2个地方，新加坡见一个，那个停战线那里又见一次。我那时候才开始我知道说，核弹真的很有威慑力。是这么大的强权美国，这么小的北韩他都不敢打，就是因为他有核弹。那为什么他不敢打？因为这个金正恩是真的有可能去丢核弹，你把他消灭，你看他会不会丢核弹？他是那个一个人的决就可以决定了。那看完了北韩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国家比北韩还要更恐怖，这个国家就叫伊朗，因为它是神权政治。神权政治这里一群的人是非常相信这些教义的。教义里面，圣经里面有说个世界末日，你知不知道？世界末日，上帝下来，从此人类有1000年的公平正义的幸福快乐的日子，很多人相信哦。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把这个伊朗惹火，如果他有核弹，我跟你讲，我真的相信他丢核弹的意愿会超过北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绝对不能让他拥有核弹。那你说从60%到90%，其实是一样的技术，它就是一个分离。就像我们在外面那个，你有没有看到吃那个棉花糖，哗旋转，那些比重不一样就会摔到边边。它那个也是一样，从60到90，就是再也许精密一点、甩得快一点的那个分离机。那我也去查一下说，如果它要快一点，没有任何人阻挡，然后也有人协助它的话，它大概多快可以做到90？你知道？1个礼拜。但是做到90之后，1个礼拜还有距离核弹还有一段时间。核弹你肯定要核爆，你要制作什么东西，各种东西大概要1-2年。是。那为什么伊朗停在60%不动？它为什么不到65、70？因为你再往上走，人家就一定要消灭你。尤其90，我非要消灭你不可。但是60他所充分的表示，你不要惹我。我是具备这个威胁性的。这是一个60停在那里，一个很多国家停在60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违规，但是我具备那个威吓的能力。这是他这个。然后至于说会不会打伊朗，会不会退让我完全认同刚刚委员的意见。我从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绝不可能打。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拉美，他们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拉美，他也认为这是我的半球。伊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我想到的就用什么东西来形容伊朗是最正确的？马蜂窝，它有90多万的那种能够拿枪的军人、伊斯兰卫队、警察、保安警察、道德警察，哇塞，有90多万人。这些人你一打他，你想想看，哗就往上跑。尤其他那个圣城旅跟那里所有的那个叫做武装组织，通通有联络支援，他们会散出去。是。所以他不会去打他。那你说会不会退让？我觉得他一定会退让。只是这个退让，你要记住，不代表说我就把所有销毁你如何监控我？他会谈出一个结果。好比说，你根本派人来这里看着我，绝对不准超过60或什么的，或者60你给他销毁一部分怎么样的？那个所谓的退让，不代表说他完全销毁，而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不会打仗。
这是我的猜测。好，舰长认为是不会打仗，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美国跟伊朗就是僵持在那边。那有这样子僵持的局面，其实现在最紧张的，其实就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了。纳坦雅胡现在呢，来自于这个以色列自己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于川普的政策现在感到非常的忧心，原因是他很怕川普啊，从本来是对伊朗很强悍的，转为之后会做有限制的核谈判。那么这样子的话，他认为是对以色列不利的。等一下请华干哥来带我们看，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单独攻击伊朗的核设施？那如果真的发生，伊朗有没有可能再以弹道飞弹来报复以色列本土？我们先来看到另外一个最新消息，就是呢，在一个加密预测平台，这个叫做 Polymarkets， 有一个可疑的账户哦，最新在这几天押注了10万美元，预测美国将会在今晚攻击伊朗，如果成真，报酬高达400万美元，引发外界质疑说，这个人这个账户有没有可能有得到什么内线的内幕？好，干哥怎么看？对啊，当然嘛，加密货币预测市场平台，一听你就觉得说，哦，好未来，好先进哦，对不对？他说，来，请下注，每个人，对不起，进入门槛是10万美金，但是如果一旦能够真的照你的预测，美国在不管是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他给一个时间，真的如你所言，美军出动的话，你可以得到400万美金的报偿，40倍耶！我跟你讲，很多就是这些 hacker 他们都跃跃欲试，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就像你讲的内线消息，或者是一些观察，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你知道，其实老实讲一句，像这样子的这些加密货币平台，它在跟国务院或者是说美国的，就是华府之间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某一种程度上的消息，就端赖川普什么时候下命令。所以老实讲一句，这就是豪赌。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虚拟实践，变成真的拿出来赌了，你知道？我补一句，刚刚上一次美国公股的流量，你知道一样赌，有人赌赢了，有一个，你说真的，也是大笔的，上次也是就是几万美金，那也是在他的，也是在那上次有赌一次，有一个加密货币平台上面这样子，对，然后也是赌，我不晓得是不是加密货币，就是有人也是一样出了一笔钱赌，大赚一笔。那时候还说要去查这个人是不是有内线。像舰长讲，这个就是一个趋势，你知道为什么吗？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引起所有人的关注，引起社群平台上面的什么，去加码，去干嘛？去按赞啊，去点阅啊。这老实讲一句，这就是一种你对于全球的意外啊、灾难啊、国际冲突局势的紧张的那种关注度的话，老实讲一句，对于像这些平台，或者甚至对于加密货币，它都是有良性的帮助。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真实的战争，委员刚刚也讲了，这个你没有派兵去要怎么打？其实我讲句实在话我到现在还在揣测美国到底要怎么做，因为你现在我们看一个重点，已经把迪耶戈加西亚这个地方，迪耶戈加西亚大家要知道，在印度洋上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是大概平常人不会去的地方它非常偏僻荒凉，但是那里有其强大无比的军事基地，它是本来是属于西班牙的一个岛，然后它这个岛呢，我跟你讲，美国跟它租借，然后上面放的都是 B-52轰炸机，它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打到伊朗最近的基地。当然你说我们还有在卡达的基地，对不对？可是卡达的基地你摆上任何东西都很惹眼，但是在迪耶戈加西亚，它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B-2 进驻到迪耶戈加西亚，飞到伊朗大约是3000公里，但是中途会有10次的加油，就是由加油机。迪耶戈加西亚有全世界最强大的空中加油机队，美国打仗是这样的，全球打的。所以如果说他今天已经部署了伯克级飞弹驱逐舰以及加油机和 B-2 轰炸机去的话，那他势必会去做一些类似像惩罚性的行动。但是这里面最紧张的还是谁？还是尼坦雅胡。为什么？因为尼坦雅胡从去年6月那12天的战争之后我坦白跟各位讲，就是说他所受到的，就是内阁的训令，就是说你一定要先鼓动美国出击。为什么？美国如果不动的话，那对不起，我们一定要打。我们自己打。以色列本身有没有办法打？有，它可以从哪里？它可以从特拉维夫的空军基地，像1985年的
巴比伦行动一样，奔袭1000公里去打伊拉克的核设施。记住，那时候是伊拉克，现在是要打伊朗，那更远了，2000公里了。对，那怎么办呢？还是要靠加油机来做。但是你所经过的空域全部都是阿拉伯国家，所以非常危险。对啊，所以你到底能不能成功？尼坦雅胡就会赌这一把。如果美国你再不动的话，我自己干了。我自己干是什么时候？除非你美国跟这个伊朗的确谈好了，伊朗说好，我停，60%就好，我现在就真的不会再往前进了，派人来看。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尼坦雅胡才会相信。不过我觉得很难的。外界其实之所以这么在意这个加密货币的平台的原因，是因为川普家族过去就是经营加密货币的。川普的2儿子就是投入了加密货币的公司，包含最近一个最大的新闻，那个阿联酋的这个国家负责情报的这个头子所掌管的国家主权基金，早在川普当选的时候就投资了一大笔钱进入他们的加密货币公司了。所以当然大家一看到这个平台做这样的对赌的时候，就会认为说它有其可信。甚至有泄密的可能。我觉得，就说今天晚上会不会动手，不无可能的原因是说，你要看什么叫动手啊？动手是地面部队从现在就开始打了，就开始从边界登陆开始一起往前推，还是轰炸机炸一炸，飞弹射几枚战斧过去叫做动手？这很难讲哎。如果说只要有动手就算动手的话，那么后面后者就可以了。这个能够得到内线消息的人仍然可以大赚一笔。而且事实上用这样的方式也很符合川普的极限施压。他说你以为我不敢动吗？我现在就先射你20枚这个战斧飞弹，让你看看厉害，然后接下来再来谈。所以今天晚上有没有可能会动手？我觉得也不无可能，只是说到底是动什么手，动多大的手而已啊。对。